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2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0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42.91，收盘价是143.5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4.42。最低价是在141.78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2.26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向上突破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低开盘，开盘之后啊，股价即出现了下行，下方是在141.8附近是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，股价开始上行，并且呢再次创造了英伟达股价的新高。那在创新高之后呢，股价又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在盘中又反转向下，然后继续回到当日 K 线的最低这个位置，又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在午盘之后呢，股价被拉升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开盘价的上方，但是呢很遗憾没有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出现了一个横盘的走势，并且呢我们也会看到成交量呈现的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。那出现这样的走势，然后出现这样的成交量，说明这根 K 线是一根典型的休息的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如果股价是高开高走，那股价会有上攻的走势；但是如果股价是低开低走呢，会有回档的走势。因为我们会看到目前啊，英伟达的股价的走向啊是取决于多头。那么，股价的任何的回档都有可能会有买盘的进入，但是由于股价目前不断创造新高啊，假如股价在回档的时候没有买盘的进入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所以我们说，目前英伟达股价的走势啊是取决于多头，好，那么。好，我们再补充，目前股价回档的强支撑是在138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。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不跌破这个位置，会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走势继续是上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，收盘价呢会在145，或者是在148附近，或者是更高的一个位置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或者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42.5。或者说是在139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而实际在10月22日收盘价是在143.59，那股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下，
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行啊，虽然说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性质是完全相同的，就是股价并没有站上前高，同时呢，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再次出现历史的新高，然后呢，股价回档的支撑也和我们预测的基本相近。好，那么我们由于股价目前是处在上行的走势中，所以我们依次来看看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对于10月2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在之前给出是上方是150整数关口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当然呢，其实要到达150呢，首先要站上目前股价的最高，也就是在144.42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压力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上行。那我们说目前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啊，从144.42一直到150这个区间，每一个点位都是强压力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的目标不变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29，在这个位置跌破129的目的啊，就是要瓦解这个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。目前这个多头趋势呢，我们是从9月6日开始，好，那么要到达129，下方首先有一个关键的标志位，就是138。那么股价只有跌破138，才有可能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才有可能到达，或者说是去测试129。好，那129被跌破之后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115，第三个目标就是102。好，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2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前高。那股价在次日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会收高；在它的下方运行，会收在低位。而碰巧就是次日的股价是收在了这个观察线的附近。那么到了10月23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是关注这根也就是这根小绿 K 线实体的下沿是在143附近。我们来调整一下这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从目前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啊，我们会看到在休息 K 线之前有一根实体长绿 K 线。那通常情况下，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如果能够是高开高走，那在这个地方再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那这是典型的一星二阳的 K 线组合。那么这个 K 线组合是一个上涨的动能。而出现这样 K 线组合的条件就是次日，这根 K 线的最低价呢不低于前面这个小的实体的下沿，所以说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继续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走势。好，那么。当然，我们再补充说，因为为什么我们会判断会出现一星二阳呢？那么出现这样一个增量，我们会看到这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个带有大的成交量的，那出现这样一个大幅上涨的增量，又是一个突破的K 线，它是一个上攻的信号。然后呢，在次日是生成了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也就是股价现在是有上攻的这样的意愿的，所以股价继续上行，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143
143是我们关注的位置。那当然，我们再来补充说，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143下方运行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收低，甚至是跌破5日均线值。那一旦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出现回档走势的话，那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小的头部，也就是股价出现一个回档，回档不跌破138，那么然后再出现回后再上涨，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走势去缓步上涨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低开低走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那么我们关注的位置就是143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35%的多头仓位，最后一次加仓是在10月21日收盘价，是在143.71。我们说是在10月22日盘前，我们定义的是144，实际上盘前的开盘价是在143附近哈。好，那我们以144为例，那这35%的仓位成本价是在131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在10月22日收盘价是在143.59，并没有跌破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。我们给出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，我们是守137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到了10月22日，收盘价在143.59，那这个仓位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因为收盘价不过前高，成交量缩，股价是容易出现回档的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不加仓。那么这个仓位到了10月23日，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，我们是继续守5日均线值，那么5日均线值将会来到140到142，所以我们守停利，我们守140。也就是次日股价跌破了140，可以停利出场。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如果在目前的股价出场，这叫获利出场。我们通常不会给出获利出场的建议。对，好，那么停利之后，我们再给出一个止损的位置，是守20日均线值，在10月23日20日均线值会到达131.5，这碰巧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我们会看到是这根红 K 实体的下沿，也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反转向上，最低也是在这个位置遇到了支撑。那么20日均线值是到达了131.5。那目前我们这个35%的多头仓位的止损位是守131.5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空头实际上我们说要守的位置是上方的144.42到145。实际上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目前是没有空头力量出现的。基本都是卖压，也就是说获利出场，也就是在每当出现新高都会有换手。那么空头其实真正要守的位置呢，是一旦股价出现了低开盘、低开低走，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目前已经出现的英伟达股价的最高，也就是144.42，这个实际上是真正空头要守的位置，前提是出现回档的走势以后。好，那么空头一旦进场，它的目标就是下方的，目前是138，还有就是129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144.42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50。
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40到142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137到138之间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。然后第三个支撑呢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131.5附近。第四个支撑就是129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英伟达股价在10月23日的走势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43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48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价会收在148附近。好，那么出现这样继续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43，在这个位置。最低下方会到达139，然后呢，收盘会收在139.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出现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4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